乌军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俄本土6地，乌军多地发起成功反击，收复马林卡等实地。乌军海马斯系统连续摧毁俄军集结地，朝鲜兵决心反俄，卡德罗夫计划派遣8.4万车臣人挺俄。B-52抵达中东，波兰重建铁幕。精彩资讯马上开始。除能源打击战还在持续外，乌军还对俄罗斯境内的多个军事目标发起了袭击。据 RBC 新闻报道称，11月2日，乌军对布良斯克、比尔格罗德、奥缪尔、被攻破的库尔斯克等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新一轮密集的无人机攻势，甚至在克里米亚的上空也听到乌军无人机的轰鸣。截至目前，除了上期说的斯塔夫罗波尔大型油库遭受重创外，莫斯科方面尚未就此事发表进一步回应。不过，从乌军披露出动至少81架无人机，而俄军宣布一夜击落24架来袭无人机的情况看，俄罗斯各地的损失不会小到哪儿去，而且多地均有目击者称发生了爆炸和起火。与此同时，俄战区也突发事故。报道称，俄军的防空系统在核电站 ZNPP-6 反应炉周围无故起火，目前原因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军无人机的长途奔袭能力已越发成熟。前线方向，乌军在多地发起了成功的反击，并收复马林卡等实地。哈尔科夫方向，乌军第30机械化旅正部署 BMP-2 装甲车向树林区的俄军阵地发起冲锋，而俄军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军阵地，试图为俄步兵创造攻击条件。托列茨克前线，这里的战斗已经扭转了，乌军亚速军团进一步收复了失地，可以说解放托列茨克全市只是时间问题。此外，乌军还加大了该市西南方向的战斗，目前正朝着涅利皮夫卡方向推进。库拉霍沃方向亦是如此，乌军在巩固防线后发动了新的反击，并在马林卡获得了不小的进展。据最新战报显示，乌军第323机械化旅在马林卡西南7公里处发动突击，并在位于波杰达西南 2.5 公里处切断了连接波杰达和康斯坦丁尼夫卡之间的道路。目前乌军已收复了附近的部分失地，正继续向前推进，试图对更多的俄军阵地发起攻势。显而易见，乌军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在马林卡这块区域安上了一颗钉子。接下来，从康斯坦丁尼夫卡向安托诺夫卡进攻的俄军和沿着 N15 公路向库拉霍沃推进的俄军，估计会组织新攻势对此次进行合围。但就目前而言，乌军切断了这条关键道路，必将会对俄军的支援后勤形成压制。至于库拉霍沃据点，由乌军第79空降旅驻守，问题不大，他们十分善于应对俄军目前正在进行的装甲攻势。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经过战争研究所和 DOSYE 频道的核实，确认在过去几天里，乌军使用海马斯系统发射集束弹药，连续摧毁俄军至少7个防空系统和多个俄军集结地。如10月30日，乌军袭击赫尔松的俄军集结地，2枚海马斯导弹击中俄军第76空降师第104空降突击团集结地，导致俄军11人死亡，14人受伤。又或是11月1日凌晨5点左右，乌军发射6枚 ATACMS 弹道导弹，袭击了顿涅茨克莫斯皮内附近的 S300、400防空系统。虽然其中3枚俄军声称将其击落，但剩余数量仍造成俄军2死12伤。S300、400防空系统的损失则还在澄清中。据数据统计，自10月21日至11月2日，包括山毛榉、道尔、铠甲在内的至少7套俄军防空系统已被乌军摧毁。加上在欧美制裁下，俄军一直无法得到充足数量防空系统和武器所需的微电子元件。可以说，如今乌军连续摧毁大量俄军防空系统的行为，已经让俄军无法维持其在前线的防空覆盖密度。而俄军防空保护伞的退化，意味着其前线飞行员任务难度极度增大，并可能限制俄军投掷滑翔炸弹的能力。相对的，乌军 F-16 则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参与到前线的空战中。客观地说，乌军在刚刚接手 F-16 时，由于缺乏娴熟的飞行员和需要更好的观察战场，所以并没有马上将其投入空中作战，更多的是执行一些情报收集和空中威慑任务。但即便是这样，乌军 F-16 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在库尔斯克战场，乌军炸毁俄军浮桥的过程中 ，F-16 就有参与。而现在战场条件愈发成熟，乌军 F-16 即将更频繁地进行直接空战。而在库尔斯克，时间已经进入了11月。但俄军依旧没有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乌军依旧占领着700多平方公里的俄领土，并且有了重新扩大的趋势。10月2日，乌军在达里诺、夏克林方向与俄军持续缠斗的情况成功反推，再度占领附近据点，目前正在刘比莫夫卡、波克罗夫斯基等地的森林地带与俄军激战。
乌克兰作战司令部发言人瓦迪姆·米斯尼克10月2日表示，俄军虽然在库尔斯克重新集结了大量人员和设备，但其还是死脑筋，仍以高度消耗的人海战术去推战过。他表示，在一些乌俄双方交战激烈的地区，俄军甚至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发动一次步兵突击。或许是俄军将其当作诱饵的意图太明显，俄军已经给他们准备一些武器使用。据乌克兰军事情报局10月2日的报告显示，俄军为朝鲜士兵配备了60毫米迫击炮、AK-12突击步枪、RPK、PKM 机枪、SVD、SVCH 狙击步枪、凤凰反坦克导弹和 RPG-7 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并为朝鲜军队配备了一些夜视设备、热成像仪和其他光学设备。朝鲜方面则好像在装糊涂，明知是诱饵却甘愿如此。10月1日，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还访问莫斯科，去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时，他赞扬了普京的英明领导，并承诺朝鲜将支持俄罗斯直到胜利的那一天，朝俄将维持无敌的军事同盟关系。拉夫罗夫也承认，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并指出两国军队和安全部门正在进行重要的安全事务合作，只不过却苦了这些朝鲜士兵。这些朝鲜士兵在知道被俄军当作诱饵后，是否后悔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搭上性命？目前，一些幸存的朝鲜士兵已经觉醒，通过公开真实情况的方式来劝阻朝鲜同胞放弃战斗。如据接战幸存的朝鲜士兵称，俄罗斯军方对我们撒了谎，说我们只要留在保护区就不会受到攻击，而且我们永远不会被部署到前线。而且在库尔斯克的战斗中，俄军却强迫我们进攻，而且在发动攻击前，他们没有进行任何侦察，让我们没有武器自卫。又或是曾在朝鲜特种部队服役的脱北者李贤胜，也于10月25日给泽连斯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金正恩在用朝鲜士兵的生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获取资金和巩固自身地位。他请求泽连斯基与韩国政府合作开展新力战，向乌克兰战场上的朝鲜士兵传达讯息，以拯救这些无辜的生命。对于朝鲜的援俄行为，韩国方面也积极表态，可能准备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外相赵泰烈10月1日表示，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韩国将监控朝鲜军队对俄罗斯的参与，以及朝鲜从俄罗斯获得的好处，以确定行动方案。而或许是有了朝韩的介入，活跃在网络第一线的卡德罗夫也突然站出来刷存在感了，称计划派遣8.4万志愿兵挺俄。10月2日，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话称，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计划将派遣84000名车臣人到乌克兰作战。他表示，这84000名车臣人将采取自愿模式出征，并非作为动员指标的一部分。火力军对此保持怀疑态度。其一，俄罗斯早已出现了人员荒，车臣真的还能在完成动员指标外再训练这么多部队士兵吗？其二，这84000名车臣士兵究竟是卡德罗夫借机扩充自己实力，还是真的要和乌克兰作战？首先，在人员动员方面，俄罗斯手段释放囚犯、拉高签约金额、强制征兵等，大家都清楚，火力军就不过多赘述，其人员荒问题早已迫在眉睫。其次，在战力上，尽管卡德罗夫多次强调车臣在乌俄战场上多么努力、多么勇猛，但从其不参与一线战斗，被网友称其为网红部队，就能窥见一二。最后，最重要的一点，车臣有钱。据 X 平台用户发文指出，在卡德罗夫的控制之下，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以及伊里奇钢铁厂遭到了车臣的洗劫，抢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与废金属，并将其运往俄罗斯。马里乌波尔的市长博伊琴科表示，卡德罗夫把从钢铁厂抢来的钢铁厂设备和材料的处理工作交给了他最为信任的副官格列梅耶夫。而据乌克兰公司，也就是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合法所有者称，格列梅耶夫让其儿子科查金通过俄罗斯商人尤里盗窃了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全部资产。据悉，尤里自己拥有一家货运公司，曾经在2014年替俄罗斯国防部运送货物到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综上所述，车臣保存了战力，扩大了势力，又通过战争收获了一大笔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说车臣没有点别的想法，火力军是不信的。据法新社10月2日援引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称，增派的 B-52战略轰炸机已经抵达中东。报道称，就在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发表声明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美国将向中东地区部署更多军事力量，包括多架 B-52轰炸机、驱逐舰以及战斗机中队和空中加油机等。这些军力将于未来数月陆续部署到位。而自今年8月就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则准备撤离返回美国。
接下来，中东地区可能将有一段时间没有美国航母存在。不过，赖德也在声明中强调，如果伊朗及其代理人利用这一时期袭击位于中东的美国人员和设施，美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波兰之前为了防备他国非法移民，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修建了高 5.5 米、总长超过180公里的围栏，围栏上还有一套由摄像机和传感器组成的边境监控系统。可是如果爆发冲突，这道围栏什么用都没有。于是波兰斥资100亿兹罗提，大约25.5亿美元，在其东部边境地区进行一个名为东部盾牌的项目。项目内容就是在波兰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修建一条综合防线，其中包括新的防御工事、围栏、军事前哨、物流中心、仓库和反无人机系统等设施，并利用自然障碍建造侦察和威胁检测系统。目前该项目已经动工，都在2028年之前建造完毕。此外，波罗的海3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月份的时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联合宣布，挨个沿俄罗斯边境建立协调防线。目的虽然是为者，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为防御行动做准备。同时，立陶宛在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维尔纽斯附近建造军事基地，莫里仅距离白俄罗斯边境20公里。路透社报道，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表示，该年将向国防部额外提供29亿英镑的国防开支，并且只要乌克兰需要，本国每年都会提供价值30亿英镑的援助。早在今年4月份，当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与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波兰时就宣布，本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国防开支增加至870亿英镑，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同时，英国军方也将在未来6年内获得750亿英镑的额外拨款，保持北约第2、欧洲第1的国防支出国地位。苏纳克将这次国防开支增长计划而定义为数十年来最大的防务强化措施。而英国增加国防开支的原因也很简单，乌俄战争的爆发导致欧洲地区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而英国却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按照英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说法，如果英国武装部队被迫参战，那么他们可能会在战斗中失败。为了加速强化部队的作战能力，英国建立了国防创新局，推动英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大概将国防预算的 5% 用于研发项目。国防创新局牵头研发定向能武器、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在第一批项目中，国防创新局就计划在2027年之前将猛火激光武器系统集成到海军舰艇上。除了研发武器，本国还将加速装备更新，同步推动多个领域的国防现代化。我军加快列装阿尔贾克斯、挑战者3、机动火力平台等装备，空军继续采购 F-35B， 海军则采购新型护卫舰。此外，英国政府还将投入100亿英镑用于弹药的扩大生产。最后就是战法革新，英国将加大对无人作战和太空作战的投入，来适应现代战场的不断变革，而是在具体实施中可能会面对一定的问题，比如英国经济正陷入技术性衰退。在经济持续萎靡的情况下，国防开支的增加方案很难落实，另一边英军的装备也很难更新。2023年年底，该英国国家审计署对英国国防部2023年至2033年的装备计划进行评估，并向议会提交了报告。报告中显示，计划所需费用为3055亿英镑，而预算仅为2886亿英镑，高至169亿英镑。同样情况造成武器装备采购升级计划很难落实。2023年的时候，英国就宣布将加护购买的5架E7预警机削减至3架，A26型护卫舰的采购数量从13艘减少至8艘，为了弥补数量差。另外，购买5艘较小的战舰，陆军中的227辆挑战者2也只有148辆会升级到挑战者3。另外，投入巨大的6代机保风项目，具体会消耗多少资金，暂时还是未知数，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在升级军队战力上，英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0月30日，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俄罗斯电子公司宣布，他们为温压火箭发射器 TOS-2 开发了一款先进的无线电吸收伪装系统，现已进入初步交付阶段。这项技术能够提高 TOS-2 的隐蔽性，有效抵御光学和近红外光谱的探测，从而增强该型发射车的生存能力。外报道，这种新型伪装系统采用了专门设计的锡箔织物活面板，而直接挂载在 TOS-2 的外部结构上。它不仅能够实现静止状态的伪装，
在移动或作战时也能遮盖车辆的红外信号。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强调，这款伪装系统具有高度耐久性，易于维护。灰尘或泥土可通过标准清洁方法去除，从而在行动中保持其隐蔽效果。该系统还可以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的调整。目前，首批无线电吸收伪装系统已部署到乌克兰战区。TOSL 托索奇卡是俄军新一代的温压火箭发射系统。俄罗斯的语境中 ，TOS2 是一种重器 OS 一种重型火焰喷射器，这是因为该系统使用220毫米的温压火箭弹，利用燃料和空气的混合物产生强烈的爆炸效果。主要任务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打击阵地、碉堡和坚固建筑等。与以往的 TOS1 和 TOS1A 不同 ，TOS2 重型喷火器采用乌拉尔6×6军用战术卡车底盘，具备现代化的导航和火控系统，能够在90秒内快速部署并发射。凭借这些优越的特性 ，TOS2 重型喷火器增强了俄军的地面作战能力。随着新型伪装技术的应用 ，TOS2 的战略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不过，考虑到俄罗斯的电子技术并不算很发达，这个伪装系统具体有多大用处，还有待观察。近日，在土耳其亚洛瓦省埃尔蒂诺瓦的塞芬造船厂，举行了2艘 KC-270M 快速导弹艇的钢材切割仪式，标志着印尼海军新舰艇建造工作的正式开始。切割仪式结束后，印尼军方代表和土耳其联合国际造船公司总监共同签署了 KC-270M 快速导弹艇钢材切割的正式报告。塞芬造船厂总经理还向印尼赠送了一份该导弹艇的轮廓图。印尼海军中将雷迪奥诺·昆托在讲话中强调，这次钢板切割是舰艇建造过程中的里程碑，标志着 KC-270M 快速导弹艇的舰体结构建造正式启动。他表示，这种快速导弹艇具备综合作战能力，并且具有很高的速度。尽管双方并未公布具体的建造时间和合同金额，但根据公开信息可以确定，印尼海军总共订购了2艘 KC-270M 快速导弹艇。基于塞芬造船厂的 BC-CM70 设计，还要用于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同时具备夜间巡逻和恶劣天气条件下的作战能力。KC-270M 快速导弹艇的设计考虑了现代海战的多样性，它不仅可以为印尼海军水面战舰提供火力支援，还能参与不对称威胁行动，配备了执行搜救任务的必要设备，确保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提供支持。据报道 ，KC-270M 全长70米，宽11.8米。台式量为85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超过40节，续航能力可达1600海里，并具备7天的海上自持力。成员编制为43人。这艘导弹艇的主要武器系统包括一座76毫米舰炮和2座4联装反舰导弹发射器，以及2座遥控武器站，配备了先进雷达系统，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目标识别和打击能力。通过这些先进的设计和配置 KC-270M 快速导弹艇，无疑将提升印尼海军在现代海战中的作战能力。在最近的前线行动中，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展示了无人机的威力，使用 FPV 成功摧毁了俄军的 BM-27 多管火箭炮。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这一行动由第65独立机械化旅的浪人部队执行，他们发现并摧毁了这一珍贵的火箭系统，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炮兵的作战能力。奈西这次出色的无人机攻击发生在10月26日，地点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浪人部队的无人机操作员发现了隐藏在前线战壕中的 BM-27 多管火箭炮，迅速操控 FPV 无人机进行攻击，直接击中了火箭炮的发射吊层。尽管此次攻击没有引爆全部弹药，但无人机的冲击力足以使 BM-27 失去战斗力，最终导致其被大火摧毁。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无人机在偷袭战略资产方面的有效性。BM-27 飓风多管火箭炮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出现频率并不高，俄罗斯军队很少将这种稀有资产放置在前线，因此这次袭击成为一个相对罕见的成功目标。这可能与俄军220毫米火箭弹的库存有些有关。消灭这样的武器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种战术优势。根据开源组织 ORTS 统计，自2022年2年2月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军至少损失了90辆 BM-27，其中大部分已被彻底摧毁，少数则被乌军俘获。BM-27 飓风是苏联设计的一款自行式220毫米多管火箭炮，自1975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苏阿战争、车臣战争等。它基于 G2135 军用卡车，不料载16枚220毫米口径火箭弹，但作为喀秋莎的精神续作，BM-27 并没有任何装甲保护，非常容易在战场上受到攻击。
俄罗斯军队冒险将这种脆弱的武器对于危险的前沿阵地，可能是为了提高战备状态的无奈之举。BM-27的有效射程在10到35公里之间，可以发射多种类型的弹药，包括高爆破片火箭弹和反器材弹头等。尽管 BM-27是较老的平台，但俄罗斯仍在继续投资研发这一武器。目前的最新型号是9 K52飓风 1M， 发射器不变，但运载平台改为新型的艾姆载盖 K T777 30军用卡车。今年夏天，首辆新型9 K512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摧毁。随着乌克兰武装部队不断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朝鲜兵反俄会成功吗？8.4万车臣人究竟想干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